嗨，大家好。自从五藏这一艘战列舰结束以后，我们大概有2个礼拜的时间没有去更新我的影片。那这段时间里面呢，除了我想要做野火、田宫以及边境 border 这3间厂商的大核的比较以外，那我还趁这个时间去把之前在日本的雅虎拍卖上买了一艘，呃，日本人他做到一半就放弃的扶桑，那我再把它重新再做一个 review 的这个动作，把大部分东西拆掉，重新分解，把颜料都洗掉，重新上色组装到今天。嗯，因为我一直在等边境的大河到来，所以我已经把野火的大和号组装了船身，还有剑桥的部分，以及田宫的大和号78025组装了船身以及剑桥的部分。那剩下就会有一个第3工作台，准备要做 border 的亚麻头。那他迟迟没有发货，我也没办法继续等下去，所以我就必须要先找其他的事情做一下，不然没有事做真的也很无聊。那我把这一艘福基米的扶桑拖出来了以后，我就直接把它原本的木甲板给移除掉。那它的船身是已经组装好的东西，那它少了一个主舵，那其他没有什么大部分的零件的遗失，剑桥它也全部都剪下来了，所以只要把零件找出来，然后做个修整，再重新安装上去，再把它重新再上色一次，基本上不是说做到一半就毁掉的模型就没有救，其实它是可以救的。那做出来的成品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基本上我已经把木甲板给移除掉了，因为我非常的不喜欢木甲板，因为它在台湾这种潮湿的气候是很有可能会翘起来的，而且它的表面上我在做旧化的时候也会造成它背面的背胶会有脱胶的状况，所以我的木甲板一样是调了一个非常亮的黄色，然后再做那个全为他这家厂商出的木甲板的自洗液上去把它 wash 了一次，所以它才会有这种木甲板的这种效果。那其他的话呢，就是使用福基米原厂的蚀刻片组装起来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以福基米原厂的蚀刻片来说，精准度是相当的高，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存在。那好险，这一位前面的这一位买家，他并没有把蚀刻片剪得很严重。他基本上蚀刻片它就只有喷漆而已，然后都没什么剪到。那后来我就是回来再把蚀刻片剪下来，再把它粘上去，就有做成现在这个效果。那船上的这个小艇呢，这个是使用上次 Verify 的 Musashi 它的零件下去做的，因为我觉得 Verify 它的小艇真的做的很细致、很漂亮，所以我大部分是更换的 Verify 它的零件。那其他的话就是沿用福基米原厂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救生圈，这救生圈就是 Verify 的产品，它不是蚀刻片，它是塑胶件，做的非常的细。所以我大部分的救生圈，以前我非常讨厌做救生圈，那这一次我就把救生圈全部都改成 Verifier 它的产品。我们看一下它大部分的零件组装起来就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这关于主舵呢，其中有一个是我自己用田宫的改造版下去重新修整出来的，因为它已经遗失了一个，所以把2个做的一模一样，这样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怪，也不会像少了一个零件，这艘船就不能完成，不会，大部分其实是都可以救得回来的。那我们今天拍这个影片主要的用意，就是为了要拉张线，所以我等一下会用比较多的时间来介绍我们的张线如何的制作。那接下来我们就做后桅杆这个部分的张线。我这次使用在后桅杆的是权威模型 0.092 的弹力张线。那它的特性就是因为它是可以拉的，它是具有伸缩性。那我在使用的时候会准备北回的
光束胶，或者是它的一般的膏状瞬间胶跟液状瞬间胶，这些我都会准备。再来就是点胶棒，点胶棒上面的残胶哦，你只要用打火机去给它烧过以后，它的附着在上面的快干哦，自然就会被气化掉。你只要把它用砂纸稍微磨一下，就可以变得很干净，然后持续性、重复性的使用。再来就是一颗 UV 灯啊，然后以及比较锐利的一支小剪刀，这支剪刀是塔米亚的 stainless 材质的小剪刀。那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做三角桅杆最上面的这个部分。先用 UV 胶点在这上面，好，然后把张线拉出来，取出你大概所需要的距离，直接挂上去就可以了。OK， 然后剪刀剪掉。这个时候，因为它没有照灯的话，它是很脆弱的，你移动它，它就会掉，所以你必须要用 UV 灯去点它，让它硬化固定。好，再来就是两侧，靠上去，直接用 UV 灯照它，在另一侧。拉下来，靠上去，UV 灯打开照一下 ，OK， 它就粘住了。然后我们刚刚这边哈，因为我角度没有抓好，所以造成这边是非常的松弛的，所以我就又拿出我们家的神明厅拜拜用的香，稍微靠过去，那它就直接会拉紧。那你再把多余的线头给剪掉就好了。好，然后再来就是依序往下面拉，不要从下面往上面拉，从上面往下面拉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完了第一条之后呢，我们马上就来连下半部的张线。一般我会点在大概这个位置，然后剪一小段的张线下来，用镊子去夹它
所以镊子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张线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东西。OK，然后这一条张线的固定点在这个位置，所以下面这一些就是太长不必要的东西，那就可以直接把它剪掉。我们再来做另一部分的张线，点在外侧，然后用刚刚剪下来的这一条张线，一样直接靠上去，UV 灯点它。OK， 好，接下来就是要把张线从里面绕过栏杆，拉在栏杆上面。这里可能会比较不好拍摄，因为它比较暗一点点。开个灯给大家做个辅助。这是黑的，所以我看不见。好，就这样子把它从栏杆里面拉出来。OK， 所以基本上对侧也是这样子拉，绕过去栏杆，再来会从上面这边接几条张线下来，连接在这6个角。
连上去，那基本上后面的后剑桥这边的章线就制作完成。OK，所以我们的后剑桥的章线拉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会连接这6个点，这样子往下拉，然后再来，我们就是要做前面的这个信号旗的章线。那信号旗的章线我会比较顾虑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挂信号旗，那我的章线势必就是要用金属的，它会比较有支撑力。如果我今天没有要挂信号旗的话，那我就是使用这个 Infinity 的线，它比较细，而且它是白色的。一般来说，1:700的比例都是会用这种线来拉信号旗的章线。所以我今天如果是不使用信号旗的话，我就可以用它来拉信号旗这部分的章线。我再调一个角度。日本有很多公司它在设计蚀刻片的时候，它并不会在下面设计出挂章线信号旗这个章线的这个信号旗座，所以这个是用通用件所改出来的一个座。只有 Pontos 这种改装套件的厂商，它才会设计出这种东西。那我们在制作上的时候，一样我会使用 UV 胶。它这个章线超级细，不好控制。然后在下面多预留一点，然后把它剪掉。OK， 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来把章线绕过它的信号旗座。然后慢慢的一条一条一条用一样的方式把它拉出来，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们的张线，关于信号旗这部分的张线，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条一条的固定在下方的这个信号旗柜这边，那就完成了信号旗的张线。再来就是要拉整艘船的这部分的联络张线。那联络张线的话，就要看你是要挑什么颜色的。我在大和博物馆里面看到的1:100的扶桑，它的张线中间的这部分的张线是使用白色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使用原本信号旗的这种张线，直接从这边连接到烟囱的这部分。那一样我会使用的就是光束胶、UV 胶这种东西。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做一个穿线环境的固定座，当初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个固定座。
再来就是要拉主张线的部分。主张线的话，前面这边总共会有4条，那这一段也会有4条，到后面会缩成2条到剑尾。这种主张线的话，我会尽量挑比较粗一点的，所以我就使用了权威模型的记忆金属张线，这个是 0.1mm 的。尽可能的就2条线裁成一样长。因为它是金属线哈，所以我们在粘的时候哈，尽量不要造成这种往上弯曲的这种状况，尽量是让它是往下弯曲的，往下弯曲它才能够表现出重量的感觉。
好，这就是第一条主张线。然后在搭第二条的时候，就比较要注意它跟这边这一条两条的下垂的感觉要平均，不然看起来会非常的突兀。稍微目测一下，大概抓一下它的距离，再把张线给粘上去。OK，再来就是下面还有，或者是拉在上面这边。上面这种点我们把它拉过来之后，直接把多余的线给切掉就好。OK，所以这样就已经拉完了3条，那再拉对侧的这一条就可以。多余的部分一样把它剪掉。这样子传手的4条张线基本上就拉完了，然后再开始拉中段的剑桥到后剑桥的这一段。
好了，我的章线已经大部分都拉完了。我最后这种垂直的，我都是使用弹力章线，所以它是还有机会可以调整的。只是在调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风险，怕它会断掉，你需要再重拉。那我们看一下它拉起来的效果。前面的部位这个部位我是使用金属章线，所以它可以做出这种弧形的这种重量的感觉。你只要尺寸拉得刚刚好，先固定里面的这个点，然后以水平的方式把线固定了以后，再把线往上拉到上面，然后点快干，它就可以固定成这个曲线，它看起来会比较自然一点点。好，然后后面呢，这边开始都是弹力章线，这些是都还可以调整的。你只要用个东西在旁边加热，它就会缩短它的距离啊。那也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一条，其实这一条的高度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我在这边用东西加热，它就可以把这一条章线给拉下来，然后让左右两侧的章线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你有看到前面这一条就松掉了，因为后面已经拉紧了。哇，断掉啊，重拉。好，最后我替换了刚刚烧断的那条章线以后，那我们的扶桑基本上就完成了，就剩下章线上面会有一些小的一些端子你可以用快干去点它，或者是靠亚克力颜料的堆积，一直涂，就涂到最后它会有一颗在那边，那你这样子点上去，就可以制造出那种他们是叫爱子还是端子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效果所以基本上这艘扶桑就等于已经完全救回来了，我就多了一艘扶桑的展示品。好，谢谢各位的到这里结束了，好，那下次再见哦，拜拜。